香港人為何如此不理解台灣？鍾祖康。我知道許多曾跟香港人打過交道的台灣人都對香港人沒有好感。一些台灣大專生曾對我說，他們覺得在亞洲，香港人之跋扈是僅次於新加坡。我是香港人，對這我完全同意。特別在對待台灣的問題上，香港人充分表現了他們的無知、狂妄、狹隘、趨炎附勢和是非不分的德性。我絕無意挑剔香港。有人說，挑剔自己身處的制度，誇張鄰家的美好，是任何知識分子的習性。但我並沒有因而看不到台灣在廉政、法治和交通等方面顯然不如香港。台灣有兩件事一直為許多香港人嘲笑並譴責的對象，一是立法院中的立法委員的肢體動作，二是台灣的台獨風潮。香港人一來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二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，政治上未獲啟蒙，對亂象仍抱有一種病態式的厭惡，也對大一統有一種病態式的追求。香港人對公益、抗爭、自覺等文明人起碼有的理念，至今還冷漠得令人吃驚。香港人雖然也不會對中共有什麼好感，但一談到台灣政壇上的肢體動作與台獨風潮，便跟中共情意綿綿，互訴心曲。更加有趣的是，這裡許多對台灣立法院中委員打架深惡痛絕，認為是丟盡中國人臉的人，卻對中共對民眾的奴役甚至屠殺顯得相當諒解甚至擁護。這等現象，即使是這裡一些以人民喉舌民主鬥士自居的所謂名嘴也不能幸免。他們甚至以遏制台獨風潮為由，反對台灣人行使最基本的政治人權，直選總統。是的，要讓他們明白國家可為民眾幸福而設，也可為民眾的幸福而分，這個致命之理，就簡直像要中共行善代替人民一樣的艱難。香港人不但昧於許多台灣人已經奮力去實踐的文明人的理念，而且對台灣幾百年來的殖民統治、省際情結，甚至國際孤立等等，也大都相當無知。他們只會知道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台灣想搞獨立，立法院常常有人打架。然而，一般香港人還是很喜歡以這樣貧乏片面的台灣資料，依然以中華帝國或中共統戰部代言人一樣指點台灣政治。在當前中共計劃在台灣北部一帶進行導彈試射一事上，一般香港人的態度也叫人相當難受。他們的反應大抵可歸結為幸災樂禍，台灣人自食其果，中共無可厚非，美國人惹是生非。他們大都抱着等看老夫教子的看热鬧心態，有的更甚至附和中共的所謂寧願在廢墟中重建台灣的論調，仿佛香港人真的要坐在安樂椅上，彈着煙灰，漫不經心地給正受到北京奪命威嚇的台灣人發出判詞。這種種教訓台灣的信息，從這裡的電台烽煙節目到一般報章，簡直是鋪天蓋地而來。的確，這個世界是夠荒謬的。台灣這個作為全球發展的可算是最均衡、健全，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都沒有嚴重偏廢的華人社區，竟然要受到這樣粗暴和尖刻的對待，特別是受到華人自己的苛待。我們是否需要反省？香港人是否需要反省？中國人是否需要反省？台灣按計劃到96年便會出現首位由普選產生的民選總統，這無論對華人社會發展、中國人政治發展、台灣人的政治抗爭或全球民主政治發展來說，都是了不起的大事，是幾許台灣人、中國人或華人多少年來的夢。又或者，只要你走在台北的街頭，污濁的空氣也無阻你看到那種發展的生機、民眾的修養、親切和文化事業的旺盛。這些在華人的社區中已經絕無僅有了。台北一位出了許多優質嚴肅書、賠了不少本的書店老板對我說，不要老是談什麼愛國不愛國，我們只要多出好書給民眾看，提高他們的素質就是了。据我觀察，現在許多台灣人便抱有這種既理想又務實的精神，面對這樣一個堪稱是華人社區發展中的楷模的城市，
我們有資格教訓他，忍心在廢墟中重建他嗎？而且更加荒謬的是，現在最想教訓台灣的不是別人，而且擺明是以殘暴著稱於世的中共政權。無論怎樣，這也是難以服眾的，否則這世界豈不變成善良向惡霸學習，先進向落後取經？這還不算，荒謬之巔是，這種惡霸欺壓善良、邪惡打壓公義的現象，竟然得到許多人，特別是包括香港人的華人或中國人的默許，甚至叫好。這就實在太恐怖了。為什麼我們對於納粹政權、波爾布特政權或北韓政權那樣不齒，卻對殺人和政治犯有更多的中共政權那麼寬容呢？台灣的新聞局長胡志強說，台灣有一流的人才，應該得到一流的對待。這是一句振聾發聵也含有無限苦澀的怨憤之詞。其實人本身就應得到作為人的对待，善良的要龜縮，邪惡的四處招搖，無知的廢話連篇，狂妄的贏得支持。久居這個荒謬的世界，台灣人會瘋狂，我這個香港人也會瘋狂。原載於1995年7月26日《中國時報》。